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膝关节是我们身体中最复杂的一个关节，也是最能承受重量的关节。当你快速奔跑在操场上，你的膝关节也在快速的来回屈伸。如果没有滑膜这个软组织来为膝关节保驾护航，可能你走路的速度能和乌龟一样慢。而滑膜的主要作用就是给膝盖分泌一些滑膜液，好让膝盖活动得更加灵活。不过一旦滑膜出现炎症或者其他问题，那么你的膝盖就会疼痛不堪，行走困难等。那么滑膜炎具体是怎么形成的？1. 膝盖脉系劳损。2. 膝盖长期受凉受潮。3. 膝关节受到创伤。滑膜炎是很令人头疼的，平时我们在各个方面都要注意一些，饮食上也不例外。今天分享给大家一个美味营养的滑膜炎食疗秘方，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。首先准备10个黑豆。黑豆是一种具有营养价值的食物，对膝关节损伤是很有好处的。具体有以下这几个好处。1. 缓解疼痛。黑豆含维生素 E 和纤维素的营养物质，这些成分有助于缓解膝关节损伤引起的疼痛，同时也能减轻组织的炎症。2. 促进代谢。黑豆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矿物质，它们能够加快人体内代谢功能，有助于消化和吸收营养，帮助身体更快地恢复健康。3. 修复软骨。黑豆中含大量的钙、锌、硒、铜等微量元素，这些元素可以帮助身体恢复关节、软骨，增强骨骼弹性，从而保持关节的灵活性。4. 改善体质。黑豆所含有的丰富营养成分，不仅有助于缓解疼痛，还能改善人体的整体健康状况。在辅助治疗膝关节损伤的同时，还能增加体力和抵抗力。黑豆清洗干净之后，加入清水浸泡着。再准备10个薏米。薏米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，对膝关节损伤患者，吃薏米也是有一定好处的。1. 缓解疼痛。薏米中含有些可以缓解疼痛的成分，可以起到一定的止痛作用。2. 促进软组织恢复。薏米中的蛋白质、维生素等营养素可以促进软组织的恢复，加快损伤部位的修复过程。3. 预防关节炎。膝关节损伤如果不及时的治疗，有可能引发关节炎等并发症。薏米中的抗氧化物质可以减轻炎症反应，预防关节炎的发生。4. 改善血液循环。薏米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可以增强血管弹性，改善血液循环，有利于损伤部位的恢复。接着准备10个红豆。红豆是一种含高蛋白、高碳水化合物、低脂肪的豆科杂粮。自古以来，红豆不仅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寄托，更是受人热捧的滋补食材。红豆含有较高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，而脂肪的含量相对较低，它属于一种高蛋白低脂的健康食品。红豆中的蛋白质含量很高，其中所含有的必需氨基酸赖氨酸较多。赖氨酸是人体的必需氨基酸，对人体生理代谢有重要作用。红豆中的脂肪含量大概在 5%， 它含有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之一的亚油酸，从而参与到人体的生理活动中。碳水化合物作为人体重要的能量来源，红豆中多糖含量最高，尤其是淀粉含量约为 60%， 可为机体提供能量。同时红豆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
矿物质中铁元素、钾元素含量较高。红豆具有增强人体免疫力，对人体发育有促进作用，还可以调节改善情绪，帮助高血压患者调节血压。平时多吃红豆好处是很多的。最后再准备10克黄芪。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，内行知黄芪，外行知人参。通过这句话，我们就能够看出黄芪也拥有着非常高的养生价值。平时用黄芪泡水或者是煲汤，能够有效保持健康状态。黄芪一直以来都被誉为补气高手，其中的营养成分丰富，可以有效的养生保健，帮助增强身体素质。经常吃黄芪，还可以帮助调节情绪和改善睡眠质量。黄芪具有调节神经系统功能的作用，可以缓解压力和焦虑，改善睡眠质量。连续喝黄芪水1个月，可以明显感受到情绪的平稳和睡眠的改善，既能让人白天精力充沛，又能让晚上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，帮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。所有食材浸泡半个小时之后，将它倒入锅中，再往里边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开大火煮上40分钟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40分钟之后，这道汤水就煮好了。煮好之后，我们只喝里边的汁水就可以。这道汤水对治疗滑膜炎可以起到不错的疗效，大家可以坚持一段时间看看，能够给您带来改善。滑膜炎最典型的症状之一就是红肿疼痛，所以当有了这种症状之后，大家可以采用热敷的方式来缓解疼痛，因为热敷能够有效促进血液循环，进而有利于炎症水肿消退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多晒太阳，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，进而辅助吸收钙质，使得骨骼更加强健，有利于病情的恢复。最后提醒大家，身体实在不舒服的时候，一定要及时就医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